如果说飞书是我最推荐的协同办公软件，在工作之外，我自己自用的效率工具就是今天的主角 Notion。云端笔记、多维表格、任务看板、数据库，免费无限次使用，多平台同步，个性化模板。这款宝藏软件几乎可以满足所有你能想到的个人管理需求。如果你已经用过 Notion， 只是好奇我是怎么用的，可以直接跳到这个时间点。如果你没有听过 Notion， 它是一款非常强大的效率软件，我愿称之为你的私人定制工作台。网上普遍都将它定位为一个笔记软件，但实际上它的功能肯定远远不止笔记这一项啦。在 Notion 上，我们可以轻松搭建自己的知识库、笔记体系、日程管理体系、项目管理体系，甚至协同办公等等。拿几个 Notion 可以对标的软件来做对比吧。比如在笔记和文档方面， Notion 的功能可以轻松代替像印象笔记啊、有道云笔记啊、Confluence 啊、飞书啦、OneNote 啦这种云文档或者笔记软件，也可以搭建出一个类似个人博客、个人主页这样的页面，把页面分享出去就直接变成了一个网站。域名前缀还可以自己随意修改，操作就比 WordPress 这种简单多了。在项目管理方面， Notion 可以搭建像 Trello 这样的任务看板， Notion 的多维表格也可以替代 Jira、禅道这种多层级的项目管理工具，更不用说滴答清单这种 To Do List 了，也包含了类似手机日历的视图，以及万能的 Excel 甘特图也终于可以被干掉了。盘点完了 Notion 的一些功能和竞品之后，其实不难发现，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所谓的 All-in-One。当你有了多项效率管理需求的时候，比如说生活中可能需要任务管理，下一个 To Do List 软件，或者用手机自带的笔记软件随手记记。那学习上可能需要做笔记或者写文档，这时候我又需要去找个可以在电脑上、手机上、iPad 上都能用的一个笔记软件。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效率狂魔，那你很有可能会把市面上所有的应用都尝试个遍，最终发现自己每天都要在不同的软件中来回切换，效率反而被大大拉垮，还不如直接回归纸笔。事实上，大部分人对效率的追求还真是不一样的，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去做笔记，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每天写自己的行程。这时候像 Notion 这种啥需求都能给你满足的软件就非常像了。那 Notion 是如何满足这么多不同的需求呢？首先 Notion 的结构非常简单，总共就3个层级。新用户注册完成之后呢，先会创建一个工作台，然后可以在工作台中创建页面，在页面中输入斜杠就可以创建一个模块，每一个模块又可以是一个新的页面，多维表格、日历、图文、甘特图、第三方组件等等20多种类型。这样子无限套娃，通过自己去叠加每个页面需要哪些内容，最终呢你就得到了一个自己专属定制的效率 APP。接下来呢就给你们看一下我自己是怎么用的。那我现在自己在自用的 Notion 的页面就是长这个样子的。我自己的需求主要是在时间管理和项目管理这2块，因为每天要面对好多个不同的项目嘛，主页啊、副业啊、个人爱好啊、自媒体等等。我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将有限的时间合理分配给这一大堆互不相干的项目。所以在这个页面里面，首先上面呢就是时间管理的部分，然后底下就是项目管理的部分。左上角这里放了一些我常用的链接，都是跟生活相关的，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的读书清单，然后第二个是心愿清单等等，这些就不一一展示了。最右边这里是一些比较有趣的小模块吧，也是跟时间相关的，就是在提示你，比如说今年已经过了71%，这个月已经过了57%，提示你时间已经不多了，要珍惜当下的这么个意思。然后底下就是一个我每天都要看100遍的天气组件，左边这里是我每一个月的日程，点进去就是当月的一些计划，然后中间就是我的 Google Calendar， 再往下就是项目管理的部分，是一个简单的项目的数据库，它其实是长这个样子的。这个表里就是我当前所有的待办事项以及对应的项目，其实它就是一个多维表格，每一列就是一个任务。另外我还会给它做一些分类，比如说它的优先级啊、当前的状态啊，细分的一些分类，比如说像是软件开发类的项目呢，就可以按照需求 bug 这样子去分类。 B 站相关的项目呢，就可以按照比如说视频的类型去分类，然后还会写上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记录了日期之后，这样我在切换到日历视图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就是我所有 B 站项目的一个日历视图，这样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我在哪一天发了视频，比较有助于我自己复盘或者做计划
化吧。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项目类型或者其他需求，从这个总表里面筛选出一些其他的表来。比如说，我就把所有的 B 站相关的项目筛选出来，做成了一个新的项目看板，根据不同的进度来去分这个看板，这样就很方便我自己去切换不同项目，查看不同项目的进度。在总表里面，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之前做的一些分类，比如说优先级或者进度去做筛选或者排序。比如说像我这里就把正在做的还有优先级高的都放到了前面，然后再根据不同的项目做一个排序，这样当我有100多个待办事项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优先做哪一个了。表格里的每一列，就是每个任务其实都可以做成一个单独的页面，点开之后呢，就可以在里面写一些，比如说你现在的一些笔记啊，或者像我这个视频的话，可以在里面写视频的文案啊等等。然后我们回到时间管理的部分，这个部分主要就是我每个月的日程。点进去之后就是当月的一个页面，因为我比较习惯给自己按月去定 KPI， 所以我的日程呢也是按月来分类的。首先每个月的月初会习惯在这里写上本月的3个目标，这个项目表呢就是对应的刚才主页上的总的项目表，这里的设计都是一样的，数据也是一样的。在这里修改任何表上的项目的数据，比如说这个做完了，我把它改一下，在前面的主页上也会同样的被修改。在这个月计划页面里面，主要就是安排我每天或者每周的一些计划。首先我会在这里用不同颜色标识出每天的一些不同类型的事情，底下这里会有一个模块可以去写一下当月的总结。再往下呢就是一个写 to do list 的部分，这里呢也是按照刚才我的那个颜色的标识去分的不同类型的任务，比如说个人生活的一些事项可以点击添加，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待办事项。工作这里也是不同的颜色，就是有表示不同的类型。如果不太习惯去按周啊按天啊去做计划的话，其实一个 to do list 的这个面板就够用了。但如果有的时候我想把我的计划做得稍微详细一点，比如说我有一个项目这一周要 due 了，所以我想提前把1周7天都安排好每天要做什么的话，就可以用到下面的这个周计划的模板。这个模板呢上面就是周计划的部分，展开之后就是1周7天的一个 to do list， 可以直接在上面写我1周7天想要给自己怎么样安排，或者是可以把上面创建的 to do list 直接这样拖拽进来也可以。如果我想要做更详细的计划，详细到每一天的话，就可以用到我底下的这个时间轴，这里每一个模块代表的就是每天的1个小时。如果哪天我觉得说我真的效率太低了，想要把自己每天要做什么都安排好的话，我就会用到这个时间轴。另外一个用法就是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一天结束之后或者是第2天再回来去填一下自己当天都做了些什么，填完之后呢就可以了解自己的一天到底把时间都花在了哪些事情上面。比如说这个就是我某一周的一个时间轴，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我这一周的时间都花到哪里去了，有没有给自己足够的时间休息，是不是工作太多了，是不是在哪个项目上花的时间不太够导致项目延期了，这样就非常的一目了然。当然也不是说每周或者每天都要去用啦，只是在自己觉得需要的时候可以用一下这个方法，我自己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然后重点来咯，根据我自己使用的页面呢，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模板，可以在视频简介里面找到这个链接。使用的方法呢就是这个样子。首先呢，同样的在这个左上角这里我也是放了一些可能大家会比较常用的生活相关的链接，里面都有对应的模板。比如说这个心愿清单，这里的样式呢我都已经设计好了，大家可以直接去添加新的就可以。每一个模板里会给大家提供一些例子，比如这个心愿，这个模板呢就是根据我之前视频讲的一些方法，可以去做一个这种实现愿望的计划。像这种心愿清单的计划模板，我就分成了5
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根据 SMART 目标法则，为你的这个心愿定一个目标，定一个时间，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然后这里有一个 SMART 目标法则的 checklist， 检查一下你的目标定的合不合理。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个目标拆分，可以按时间或者按里程碑去进行拆分。比如说我定的时间是3个月，那我每个月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可以在这里写一写。接下来就可以记录自己具体的一些行动，比如我这个健身计划呢，就分成了3个不同的等级吧，有点像玩游戏一样。比如我今天想练一些简单版的，这里就收集了一些简单版的跟练，然后中级的和这里比较难一些的。最后你想的话，还可以做一些进度打卡，然后在底下呢，还可以自己放一些鼓励自己的一些动力。同样的，像是这个书单啊，我也给大家做了模板，日记也是有模板的，然后还有菜谱，这里也给大家放了一些模板。接下来这里就是熟悉的月计划，同样的这里也是链接到了项目的总表。这里的颜色分类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以下的每日待办清单呢，也可以根据计划习惯去选择。纯粹只需要简单的一个待办事项呢，可以直接用这个模板。如果你喜欢按照每周或者每天去计划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模板。点击这个添加按钮就可以添加新的一周，这样你可以源源不断的一直用下去。在月计划这里也是一样，如果用完了这2个月份的话，点击这个添加按钮就可以创建一个新的月份。弹出一个新的空白页面的时候，记得要选择这个 New Month， 就可以自动的生成我之前已经做好的这个模板，然后你的项目列表呢也会直接同步到这里。如果点击 Empty Page 的话，就是会创建出一个新的空白页面了。如果这个时候不小心创建错了，就这样删掉就可以了。右边的这个项目总表呢，就是一个多维表格，点这个箭头就可以展开。第一次用的时候，可以先把自己现在脑子里想到的一些待办事项都把它写上去。如果是工作档的话，可以把自己的项目都写到这里。点击表头 Configure Options 这个地方就可以添加或者是修改之前的项目类型了。学生档的话，也可以把这一列做成不同的科目。优先级这里呢，我是用了紧急重要2个维度来创建的。如果大家喜欢 P0、P1、P2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表述的话，也可以自己去修改。分类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写，然后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如果还有需要做更多维度的话，可以直接点添加。点击这个 Add a View 这里就可以创建新的表格，或者是给总表创建其他不同的视图。这里可选的有看板、甘特图、日历、列表，还有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有点像网站个人博客的那种布局的这种布局。右上角的第一个 Property 这里可以选择隐藏或者展示某一列。第二个呢是筛选工具，在这里可以按照比如说项目啊、优先级啊或者进度任何一个维度去筛选你的表格。通常来讲，在总表我不太会用筛选功能，因为我想要看到所有的当前的任务。在总表这里，通常我会选择把已经做完的任务给筛选掉。第3个 Sort 就是排序，在这里我自己通常会比较推荐大家把优先级高的或者已经在做的项目排在前面，这样子看的时候就比较一目了然。说了这么多呢，最后还想补充一下 Notion 的几个缺点。这个软件虽然很强大，但它也并不是完美的。首先最明显的问题大家可能都已经发现了，就是它不支持中文，整个软件本身还有它的官网都是英文的，字体也是支持英文的，并且上面可以同步的一些第三方应用也都是国外的软件。如果想要在上面放一些漂亮的时钟啊、天气插件，大概率也是需要到国外的第三方网站上生成。另外呢，由于它的服务也是在国外的，部分国内用户在使用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加载缓慢的情况。最后一点呢，就是 Notion 其实是存在一些付费升级的功能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算是缺点，至少在整个使用的过程中是从来不会出现提示你要付费升级的情况的，甚至刚开始用的时候完全都不知道它还会有付费的功能，所以整个用户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未来
VIP 功能主要是针对于团队或者是公司需要让多个账户共享同一个工作台的情况，也就是相当于把 Notion 当成一个办公软件来使用，可以给团队拿来做一个共享数据库、知识库、项目管理软件这样子。但其实我个人觉得，因为 Notion 上并没有即时通讯，付费购买它作为办公软件，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划算。其实它更适合作为个人的效率管理软件来使用。所以说，对99%的个人用户而言，免费版已经很香了。OK， 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下次有缘再见啦，拜拜。